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刘慈欣经典科幻小说《人生》，选自科幻小说集《变形战争》。西套村是一个西北的偏远小村，那是个旱年头，老水井大多干了，周围3个村子的人都要跑很远的路，挤到那口深基井去打水。有一天，一个小女孩跟着妈妈一起去挑水。趁妈妈歇脚的时候，女孩扒到桶边看了看里面的水，那是她打记事起第一次从水里看到自个儿的模样。自己的小脸上满是土，汗在上面流得一道一道的。又一年的冬天来了，女孩的爸妈总是早早地把她从被窝里拎出来，让女孩跟他们去青羊圈。女孩总是赖着不起，外面还黑乎乎的夜，风像刀子似的，有时还下着雪，被窝里多暖和呀。小时候贪睡，真想多睡一会儿，哪怕是一睡不起都可以。女孩终于长大了，变成了大人，她不想再生活在西套村这个地方了。有一天，她揣上家里仅有的10几块钱，离开了家。西套村的太阳刚升出来，风凉丝丝的，能听到好多鸟在叫。那时她感觉自己真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小镇，坐着大巴车去了城市里。女孩在城市里当过饭店服务员，当过保姆，在工厂糊过纸盒，在工地做过饭，最难的时候还靠捡破烂儿过日子。直到她在赢博士的研究所当上了勤杂工。赢博士是一位研究人脑的女科学家，她主要研究方向是人类大脑中的记忆和思维。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大脑有着很大的容量，一个人的脑细胞比银河系的星星都多。以前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容量只被使用了很少的一部分，大约1/10的样子。而赢博士领导的项目主要是研究大脑中那些未被使用的区域。经过大量的研究，他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人类大脑那大片的原以为是空白的区域，其实也存储着巨量的信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信息竟然来自于前辈的记忆。赢博士很关心这个女孩，总是和这个女孩聊天。有一天，赢博士问了女孩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生一次，你愿意生在哪里？女孩想起了苦涩的童年，回答道：当然是生在这里了，我想生在大城市，当个城里人。赢博士告诉女孩，他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项技术，修改人类受精卵的基因，并激活其中的遗传记忆，这样孩子就能够拥有母亲遗传的记忆了。而孩子便是一个有着婴儿身体的成年人，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会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走路和掌握其他能力。由于已经拥有一个年轻人的全部知识和经历，这个孩子在以后的发展中总比别的孩子超前20多年。当然，不能就此肯定孩子会成为一个超凡的人，但孩子的后代肯定会的，因为遗传的记忆将一代代的积累起来，几代人后，记忆遗传将创造出我们想象不到的奇迹。由于拥有这种能力，人类文明将出现一个飞跃。赢博士问女孩，你是否愿意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也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而名垂青史。女孩傻想了好长时间，大概明白了博士的话。如果另一个人的脑子里记的东西和你的一模一样，那他不就是你自己吗？女孩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赢博士，因为她也想重生一次。于是女孩通过人工受精怀孕了，女孩成为了母亲。通过赢博士设计的一个小机器，胎儿可以和母亲赢博士交流了。赢博士告诉母亲和孩子，记忆遗传在生物界很普遍，比如蜘蛛织网和蜜蜂筑巢之类。人类所说的本能其实都是遗传的记忆。
现在，他们发现人类的记忆遗传是一种比其他生物更为完整的记忆遗传。如此巨量的信息是不可能通过 DNA 传递的，它们存储在遗传介质的原子级别上，是以原子的量子状态记录的。于是，诞生了量子生物学。虽然人类存在记忆遗传，但遗传中的记忆在大脑中是以一种隐性的、未激活的状态存在的，所以没人能察觉到这些记忆的存在。赢博士想让母亲腹中的胎儿知道，他与其他孩子相比是多么幸运。然而，胎儿却不愿意出生。他记得母亲所有的经历，记得西套村漫天的黄沙、苦涩的水，记得城市里拥挤的人群。胎儿感觉外面的世界很吓人，他觉得赢博士是个非常自私的人。胎儿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脑子里的事儿都是从母亲脑子里来的，但是真正是自己记住的东西，只有周围的羊水、母亲的心跳声，还有从外面透进来的那红黄的弱光。他不愿意来到这个可怕的世界，于是在那次谈话之后，那天寂静的午夜，胎儿便拉断了为自己提供养料和氧气的生命线，脐带。赢博士意识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人类遗传记忆的这种未激活的隐性让他们很困惑，他们不明白这种无用的遗传意义究竟何在。后来的研究表明，它类似于盲肠，是一种进化的遗留物。人类的元祖肯定是有显性的、处于激活状态的记忆遗传的，只是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遗传的记忆才渐渐变成隐性。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进化结果。一个物种为什么要在进化中丢弃自己的一项巨大的优势呢？但大自然做的事儿总是有它的道理，它肯定是意识到了某种危险，才在后来的进化中关闭了人类的记忆遗传。不管赢博士和他母亲，他们各自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竟然认为复制记忆就能从精神层面上复制一个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自己，除了大脑中的记忆，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许多无法遗传也无法复制的东西。一个人的记忆像一本书，不同的人看到时有不同的感觉。现在糟糕的是，他们把这本沉重的书让一个还未出生的胎儿看到了。赢博士终于明白了进化过程中人类为什么关闭记忆遗传。对于在精神上日益敏感的人类，当他们初到这个世界上时，无知是一间保护他们的温暖的小屋。他们不该剥夺了孩子的这间小屋，把它扔到精神的旷野之上。2年以后，一个春天的早晨，2个女人站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小的自杀者的墓前，赢博士和那位年轻的母亲，母亲抱着她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女人后来和研究所的一名实验工人组成家庭正常出生的孩子。出生的太阳照在他们周围的墓碑群上，使那无数已经尘封的人生闪动着橘黄色的柔光。女人问道：“博士，您找到那东西了吗？”你是说，在大脑中的记忆之外，使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东西？赢博士像自言自语地问道。赢博士说着，从年轻母亲的怀中抱过婴儿，他口里念叨着莎士比亚的2句诗：“爱情啊，你来自何方？是脑海，还是心房？”赢博士用研究的眼光看着怀中的婴儿，但孩子却不是那种眼光。他忙着伸出细嫩的小手去抓晨雾中飞扬的柳絮，从黑亮的小眼睛中迸发出的是惊喜和快乐。世界在他的眼中是一朵正在开放的鲜花，是一个美妙的大玩具。对前面漫长而莫测的人生之路，他毫无准备，因而准备好了一切。